Hello，各位花花营业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 S。你们好，我是康永。时隔1年再次录花花，两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其实要接第2季的时候，内心有一点就是想说，到底要不要接？然后这次决定要接，是因为康永哥跟我讲说，整个形态完全变，就是单纯的访谈。这一次的花花万物就是去拍明星的家里，或者是住的房间，这都是我跟 S 很喜欢的方向。如果能够拍到了更隐秘的，不管是卧房或者是厕所，就会更开心。所以等于每一期都抱着不同的期待。如果要公开两位家里的视频，比较担忧哪个区域被看？我刚刚看到冰箱里面有2017年的酱料，然后许一弟就说这也过期太久了，我就觉得很羞耻，因为我冰箱里的东西都过20年。What？ 我觉得我床旁边的那个抽屉，我希望不要展示。应该就是头痛药啊，什么这些东西。对啊，就是头痛药啊、胃药啊，还有一些就是按摩器、按摩肩膀的那种。虽然两位已经很熟悉了，再次合作可以评价一下对方吗？我觉得在《花花万物》第1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明明是非常有默契，又很熟悉对方的主持风格，可是那个形态会导致让我们觉得彼此突然变得就是没有像以前就是那么有默契，然后有点疏离，被别的事情占据了心思。对，然后这一季的话就觉得完全回到以前康熙的感觉。对，彼此问一个犀利问题，会问什么？你觉得你自己跟你婆婆比起来，谁比较有气质？我婆婆比较有气质，可是我比较有生命力以及幽默感，还有让人想做朋友的那种。那你最近有觉得自己渐渐在老化吗？超级。你会不会想去整形啊？拉个皮啊，还是什么？我以前觉得不用，可是现在觉得可能要不然就可能要倒立着主持才行。或是你头发可以绑弄里面夹很紧，以京剧的造型来主持。听康永说小 S 经常贿赂灯光师，是这样吗？我座椅旁边会不会整个烧焦啊？在节目里冒烟。因为毕竟主持人出现的时段还是很多嘛，所以我还是希望灯光师就是把心力稍微用在我身上一点。然后那些女明星都年轻貌美的，我觉得就算没灯应该也没有关系。没灯也太过分。一般都怎样贿赂灯光师？有什么招数？我就会比如说，大哥，我刚才看了那几个画面，你灯打得真好，你觉得还可以把我打得更年轻吗？他们一听到我夸奖，一定说可以，没问题。有没有说贿赂失败的时候？他那个是户外节目，他们灯光是没那么猛打。对，我如果脸很肿，就是真的大肿特肿啊。我一开始就会纠结说，为什么你连阿雅都比我漂亮 ？What？ 有当过红娘吗？单身多好啊！不一定要真的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谈恋爱，就是暧昧啊，或者是就是认识聊聊天啊什么的，这些都好啊。是像志玲那样的年纪才需要别人介绍。之前有给志玲姐姐介绍过男朋友吗？有啊，有出手过，可是不成功。对。听说志玲姐姐结婚，有没有说大吃一惊？我有大吃一惊哎。我有很措辞谨慎的祝福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对方新郎是那个人，你应该有错。我错了。你以为错了？对啊，他完全没有在我们的人生中出现过，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就他竟然嫁给他，他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因为我大概3年前有听说过有一位日本人是在名单里，可是然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人了，所以我真的很错愕。之前有听过要结婚的风声吗？一点都没有。我大概只比大家早个3分钟而已。就是会想说，哇，他终于找到一个那个他爱的人跟爱他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诚心的是这么想。志玲姐姐婚后有什么变化吗？她现在结了婚之后，整个人就拽起来了，就消失了，完全不理我们。康永哥哥最近有给小 S 推荐书吗？我最近推荐S书，然后推荐到第3本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很希望我离婚？”所以我就不敢再推荐书了。他第1本书推荐我的是一个日本的小说，就是说70岁就必须接受安乐死。然后第2本他就介绍我说，我不想当媳妇，因为你第3本好像是说可以在婚姻中休息，就像休克一样可以休婚。
用一个词形容对方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词？唯一用一个词吐槽对方会是什么？话痨，懒鬼。如果多2条皱纹可以换对方一个心愿，愿意去做吗？才不要呢。 OK， 我已经很多出，不多2条。私下吃饭聊天最多的话题是什么？讲别人坏话。林心如老公到底是谁呀、我们这一季应该要把他抓来，对呀、我怎么把他抓来？一定要努力抓他。优酷花花营业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麒麟。我是烧饼。一般康熙主持的节目都很犀利，来节目前有做好心理准备吗？还行吧，他们的这个让人害怕的点已经很老套了，对，基本上都能通过以往的节目猜得到。烧饼节目上被 S 姐摸了胸肌是什么心情？就是想回家怎么解释，这事儿回家怎么办？你说，我先给我媳妇儿安利一下，他就这样啊，不要心里去啊，他就这样，不是摸我一人，逮谁谁摸啊。提起小 S， 会想到他经典的翻白眼吗？那表情包是吗？对，翻白眼儿。对，我把麦给你，卖给我，听翻白眼的声儿。我试吧，他那个就是。烧饼觉得师傅对徒弟和儿子待遇一样吗？对他可能更严格一点，对我们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有些问题他可以说不去，但是我们从来不可以说不去。麒麟觉得父亲对自己严厉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很小，反正小的时候是很严厉，长大以后可能认为我自己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之后就好很多。而且因为长大了，毕竟不是孩子嘛，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也不会像小时候那么叛逆，那么想气他了。所以其实这都是互相的。对于事业和家庭，郭老师更担忧哪个？担忧家庭，事业他已经不担忧了，无所谓了。22开始就开始催了，还好，毕竟也现在搬出来住了嘛，平时也不逮不着，对，也不怎么见面啊。面对催婚，有一套打岔秘诀吗？我给你把饭热热，讨厌他老饿呀。有劝郭老师减肥吗？我也劝不动啊。对啊，这个不是你要真想减肥，只能靠自己的意志。别人说肯定不对，别人在8万个人天天说你胖，你自己不想减也不行，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那什么才能。麒麟心中对另外一半有什么标准？这得看见具体人才能说，因为我不能描绘出一个十全十美都是优点的人，他肯定有他的缺点。然后都看值不值了，就看这姑娘，我就愿不愿意跟她在一块儿。这个你要愿意你就能忍，你要不愿意你可能你就忍不了。烧饼说麒麟平时特抠，能说一个他最抠的一次吗？我对人从没不大方。那也倒没有，主要我们也小时候也抢着结账，那你说他不结账，他抢不过我们，主要是小时候也没有让他结账。小时候不是因为我小，你跟一大帮大哥哥出去，我们俩是年龄最接近的，他还比我大5岁。其他的都动辄都比我大个10几岁的，然后出去让一孩子结账。要去无人荒岛只能带一个人的话，会选择谁呢？无人荒岛只带一个人。哥，你要回答。带着嫂子太有趣了。他会生出好多人来，就以后不能是无人荒岛了，就这一大家子，完了变成旅游区了。我就别去了吧，岛上现在不可以，我不是不去啊，岛上现在是我哥、我嫂子和我的这些侄子们，人太多了，我上那儿别跟他们抢资源去了，站不下。对。如果和德云社成员交换一天生活，想跟谁交换？我还真是想跟他交换，因为他特别现充这个人，就我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一天过得充实的。他早晨6点多他就得起，然后开始做早饭、弄早点，然后什么带孩子，不光居家呢，出去健身去，然后演出去，然后通告各什么，然后晚上回家，然后再家里头怎么样又能做饭，反正一天他过得很充实。他这一天真是一天。对，我这一天就反正在他那儿可能就一个早起就都干完了。没有，德云社里边的人没有我想交换，没有特别想交换。和喜欢的偶像一起午餐的机会正在拍卖，花还是不花？不花，多抠啊！对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小岛，花不花？不花。放在购物车里并不喜欢的商品正在5折售卖中，花不花？不花。打折我就买。和不喜欢的人吃工作餐，不 AA 的情况下结账，花不花？花吧。花钱能变美，但会加速衰老，花不花？不花。不花。和见过一次的人偶遇蛋糕店，结账花不花？不花。熟悉的朋友开餐厅，去餐厅吃饭花不花？花。要不然没花。进明星家。
会看到什么东西呢？花花万物第2季就在优酷。花花营业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欣。因为康熙的问题会比较犀利，所以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如何应对？好多问题我都会咔哩给不讲咔哩给，就装死。我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因为他们两个我从小看康熙，所以我太知道他们会怎样了。之前有节目拍摄到家里，引起了网友的议论，所以这次没拍家里是因为有所顾虑吗？对，就是会觉得有点不适。其实我自己是能不拍家里都是尽量不要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很怪那种感觉，比较怪。因为我正好在搬家，然后所以我就是从剧组弄回来的好多东西都扔在了那个酒店里面。然后因为我觉得那边收拾，正好我可以工作住在酒店里，就慢慢收拾会比较好嘛。所以好像这次应该是拍的是酒店里面，上海没有家。如果要拍摄到家里，比较担忧什么？什么袜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很乱的东西，对，然后就最主要就摆整齐啦，就毕竟对，希望大家不要失望，因为我平时还是挺乱的。平时是会把家里弄得很乱吗？就是人嘛都是这样的，不要相信外表。对，就因为我是比较着急的那种性格，然后干什么事情都会就挤牙膏就是嘎吱就那种挤，做什么事情就是哎呦差不多，就是不会很特别仔细很慢，然后很那个，除非是有什么特别的时刻。一般在家会有什么小癖好？就很喜欢在床上待着。平时算是比较宅的人吗？就我好像不太会老爱出去夜店什么的，就咣，我就不是很喜欢。我或者是如果出门喝酒或者在家喝酒，我就会想让朋友来一个私密的地方待着，我会觉得比较更有意思。面对一些不好的新闻，最好的发泄方式是什么？发泄方式啊，我觉得可以多吃一些甜食，然后最好的发泄方式就去压马路。我本人超级喜欢去压马路，对，然后就如果不爽的时候，你就会不停的在楼下暴走，就会好很多。压马路会不会被很多人认出来？倒也还好吧，因为就是我去压马路就穿的非常的邋遢，我相信都不能算是个女艺人，我觉得女的都不能算是。然后我有一次就特别夸张的出门，然后我的助理就很恐怖的看着我，我说我知道女艺人不能这么出门，然后他说不对，是个人都不能这么出门的。看着周围好友都结婚了，自己会不会着急？着急倒也不会吧，因为我是觉得还是得遇到那个人嘛，不然急也是跳入火坑的。会规划在多少岁前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吗？我希望是在30岁，但是也无所谓了。还有5年不太近了。对，如今大家都会称你为白富美，怎么看待这样的 title？ 不敢当嘛，就是因为中国蓬勃发展，有钱的人太多了。对，然后现在女孩也都很漂亮，也都很会保养自己，所以其实大家都不错。这样的 title 会给你带来一些便捷，还是压力会更大一些？其实艺人就是经常会被贴上奇奇怪怪的标签，然后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也会贴上新的标签，会撕掉一些旧的标签，所以其实就也无所谓吧。但其实我本人是很惧怕所谓完美的标签的，我不喜欢，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点缺点是好的，有一些缺点只要是你就好。下半年最想完成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其实我是想去旅行，想去考个潜水证，然后再去考一个飞机驾驶执照。对，这就是我想要干的事，但不知道有没有空。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话，会用什么词？硬壳少女。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情绪化。喜欢的一样物品，希望降价10元，会怎样砍价？就使劲砍，然后以退为进，要不就要走。对，对自己最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最狠的一次就是前段时间在减肥，就是在那个之前拍的一部戏在减肥，又基本上每天都没有怎么吃东西，瘦了6、7斤吧。最大方的一次是对谁？大方一次对我姐吧，一个比较贵的包包，反正那款包我没有舍得给自己买。最想看到自己什么新闻出现？就是一个品质剧收视报表之类的。进明星家会看到什么东西呢？花花万物第2季就在优酷。各位花花营业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左，我是杨迪，希望你们多多支持《花花万物2》，然后在其中可以看到非常多精彩的故事，还有很多的断舍离。对。两位觉得各自的妈妈在节目中的表现如何？惨败你妈！不，
我还担心我妈呢，结果她自己我们都输给她了。还是你妈，还是因为就是经验还是稍微丰富一点，是不是？多带带就出来了。但我妈明明在下面说她自己紧张，结果上来直接来个故事，小杨来喝水啊，我吓呆了。演得很好，演得非常好。而且我还怕，就是因为我妈老说四川话，怕她语言有障碍，我就说你就慢慢说，放开了说，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反正又不是直播，可以修饰。对。结果她语言障碍哪儿去了？就不紧张，他这状态好。对。节目中听到各自爸爸妈妈相识的经历，什么感受？你们作为那个旁观者听这个故事呢，就觉得很精彩是吧？尴尬。你想想我作为儿子，我作为儿子呢，我还能想到我爸爸就是头发发际线往后退那个整个形象，让我妈妈调我爸爸去他家喝水。你用的词好吓人哦，调。我刚想用引诱来着，后来换了一个换是调，就是他们的一些情愫，其实我可以不用知道，就是会有画面感。之后会考虑给各自妈妈接些节目吗？对，说不定他去录那种观察类的，妈妈们坐在一起，说不定说的更多。是我妈，你看她平时买衣服都在想这件衣服上街录节目带孩子3局的那种。然后你每次妈妈看到自己在热搜上会是什么反应？我截图给她，因为她也不是，就告诉她我说直接冲到第2名，杨妮妈妈全国人民现在最关心的，对，就觉得好羞啊，好羞那种感觉。不过她也享受其中，享受其中的同时，然后我说他们要不要发几张你的照片？我妈就开始在群里面发来她自己发这几张发到你的微博上。就感觉这样把那个热度维持下去。杨妮妈妈现在也算网红，走在街上会有人要签名吗？那天我妈去一个银行取钱，还被人偷拍了。我妈趾高气扬的，然后就发到那个短视频网站上面，然后好多人留言，一定是收到了杨迪这个月的打款。你看她妈妈走路那个姿势，就是真的还有人偷拍她，然后还会有一些人跑到我们家里来跟我妈合影。我妈很开心，来者不拒，就那样子。妈妈会搜索关于你们的新闻吗？你妈应该关注比较多。我妈爱关注，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搜关键字嘛，提到我的微博这样子。然后我妈没有，我妈都有微博嘛，杨迪宝宝到处给，只要提到过我的微博，你看下面的点赞那个人一定有我妈。然后那些网友都已经沸腾了，说哎呀，杨迪他妈给我点赞，我妈就把微博当做就是点赞的一个东西，一直点。家里比较担忧拍到哪个区域？我床下面有一个那个鞋盒子，放的是我们上课跟同学们写的小纸条啊，什么都在，寄不出去的那些情书，对之类的。你看，上学时会经常写情书吗？我会自己写，因为我的语文成绩挺好的，对我高考分数最好的就是语文，所以我喜欢写一些，我还爱写那种藏头诗，有被退回来，有的时候有被退回来，也有石沉大海的，对。在家里有什么小癖好？你啥癖好？家里不穿衣服，妈耶！就我不喜欢。就是有的时候有人在都没啥，我就是可能就是不修边幅，头发就是脏的，不洗脸对吧？不洗脸，起来就起来了，顶多刷个牙。其实这样对皮肤好。杨迪觉得跟小 S、谢娜合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我组织下语。合作起来的话，不一样的点在于，我跟娜姐合作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有些玩笑是属于那种内部玩笑，熟人玩笑，然后把它拿到台面上讲。那 S 姐的话，可能我们因为真的不是那么熟，然后呢也是老是在节目上看到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敬畏之心。当然娜姐我也不是说不敬畏了，只是可能就熟络程度来说，自然程度来说，可能和娜姐爱会比较多一点。之前有说谢娜抠门到什么程度？无数的艺人都会举一些事例来证明出来，但是也不说他真的抠门，因为我们去娜姐家里也吃到她很多东西啊，她有好吃好喝的也会分享出来，这样子就是她自己本身的一个习惯，不是说对我们真的很抠那种。一个有意思的标签。对，她自己都讲，她分不清楚那个汇率的问题。大家凑钱的时候，她拿的那种100泰铢玩6天，她以为她给了很多钱，你知道吧？100泰铢玩了6天，相当于人民币才20块钱。20块钱。用一个形容词夸赞对方。帅气。机敏。不想说对方一个缺点是什么？太帅了。毒舌啊！缺点，我的缺点是太帅了，是吗？收到过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最奇葩礼物，一捆甘蔗，一个干花的哆啦 A。哎，好耳熟。最大方的一次是对谁？我对娜姐真的挺大方的。我对叶一茜、高圆圆之类的吧。面对催婚如何应对？习惯了，不会。我告诉你。唯一对待父母催婚的一个方式是怎么样？把自己事业做大做强。进明星家会看到什么东西呢？《花花万物》第2季就在优酷。
花花营业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他是林允，他是汪铎。这次来到花花万物，感受如何？哇哦，很刺激，刺激，很刺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就是心脏失重了已经。康熙主持风格比较犀利，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怎么办？他就是一挠头我就岔话题嘛，怎么办？我内心 OS 他就挠头，然后就短路了，脑子就有统计今天挠了几次头吗？不记得了，太多了。听说陈学冬专门给康永哥打电话，说让手下留情，是这样的吗？有点怕，然后我跟他聊起，就问我在干嘛，我说刚录完那个节目，然后他就说啊，我认识康永哥，你不要怕，然后我给你们拉个群，认识一下怎么样？两位私下以互怼为主，都是怎么怼法？他说我那个头发这里一条大河，我到现在都忘记了。他就每天就是说我秃顶啊，就是要没了。你先埋汰我的，我才埋汰你呀、讨论那天聊天最多的话题是什么？我们应该头发长回来没有？对，就是比较关心那个大家头皮问题，就是这个会比较担心。有的时候一见面的时候，第一面会看看，哎，他上面啊。对方素颜好看还是化妆好看？当然化妆啊。我也觉得化妆好看。收到过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我收到最奇葩的东西就是，反正也是林允送的，就有一次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一双鞋，35码。就是各种坚果磨成的粉，说吃那个长头发。两位去过圈内好友家，谁的家最乱？你还想啥？就你了呗。反正我的就是这个，就肯定就是他，没有比他还乱的了。不夸张的说，你真的没有落脚的地方。你屁了你！真的没有。我连脏话都说。没有落脚的地方，然后找坐的地方，就是或许那个地方可以坐，但你坐的时候面对的会是一堆废物。你下次再进我家，我把你我跟你讲，腿砍了，把你脚砍了。现在有垃圾分类，我劝你收这一点。好像真的是我家表妹。大家都称林允是素颜美女，怎样看待这样的称呼？挺好的，不是贬义词啊，就是夸你的。OK。15岁就开始化妆，所以在化妆上有自己的小秘诀吗？会跟身边朋友讨论，会跟化妆师去学。我之前那个什么拍平面啊什么的那些，然后我就会学那样子。有统计过每年买化妆品多少钱？这个统计我心都要碎了，算了，我不统计了。林允的小号为什么不起神秘一点的名字？因为我不觉得会有人知道。多久会清理一下？就是看心情，就是反正就按个键那样子。最没有偶像包袱的一次是什么？他有化妆。的确是啊，的确是。那次其实下手还挺重的，是最没有偶像包袱的。我真的是没什么偶像包袱，我说不定有点偶像包袱，我还粉丝多一点。颜粉啊什么的。主要是长得太好看，就觉得怎么样都好看，自信过度了。假如和你喜欢的偶像一起午餐的机会正在拍卖，花还是不花？不花。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小岛，花不花？不花。不花。放在购物车里，但并不是特别喜欢的商品正在5折售卖，花还是不花？不花。花。花钱能变美，但会加速衰老，花还是不花？不花。晚上饿了5分钟就能吃到想吃的食物，花还是不花？不花。你都那么肥了，你还花？不是，那你总比着你饿着要等40-50分钟那种强吧？熟悉的朋友开餐厅，去餐厅吃饭，花还是不花？花呀。花呀。说不定还得办卡。Hello， 花花营业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嘉倪。大家好，我是买超。佳妮觉得此次参加花花万物，买超的表现如何？肯定要会做一把。两位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对方给自己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当时她就是贼美，然后那个灯光比较昏暗，然后就朦朦胧胧的，又美，然后又会聊天，又很温柔。很好接触。我觉得这个男孩很可爱，然后挺阳光的，好瘦啊。现如今用3个词来形容对方的话，会是什么词呢？美，美是必不可少的嘛。然后好，然后棒，美好棒。然后就是越长越好看，傻萌呆。如果让对方改掉一个毛病的话，会改掉什么？希望他改掉
老丢东西，这个毛病，老是到楼下了，到车上了，哎，我这没拿着，我就上去拿，或者他又上去拿，对，老丢三落四。我觉得就是他不要突然想到什么事情就自己就去做了，希望他可以跟我说一声，提前跟我打招呼。假如两个人交换身体1天的话，会做什么事儿？我想去男厕所溜达一圈。我想去洗个桑拿。我也想去洗个桑拿。开玩笑的，我就想出去逛街。为什么呢？我要让大家看看我的大高个儿、大长腿，然后要呼吸一下上面的空气，然后站在人群当中就是这样看这一切是什么感觉。其实要交换身体1天的话，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吧，看看他眼中的我是啥样的。两个人吵架，谁哭的次数会多一些？他可爱哭，是我哄他，他可难过了，没有，都我哄他，别生气，乖，我知道我错了。道歉最好用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道歉最重要的方式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方式是真的把这个问题或者什么说清楚，然后大家都明白你在意的点是什么，其实就是尊重吧。我觉得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更好解决的办法。最近2位频繁一起上节目，买超是要为出道做准备吗？没打算，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其实就是只要不去拍戏就行。其实我们去参加完真人秀以后，就会有很多，就是一些人会来找买歌什么的。出道就是我会觉得对于我们2个来说，这有点奇怪哈。为什么呢？就是首先他还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那其次我觉得，比如说像一些针对他自己擅长的部分，可能他可能会去参与这样子。但可能你说他就完全啥也不干了，就出来做这个，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对，除非是我自己投钱，要不然我肯定不让他去。到时候那个给人家添麻烦。张嘉倪最近粉上朱一龙，买超觉得和朱一龙谁更帅？朱一龙帅啊，朱一龙肯定帅啊。那肯定朱一龙帅。真假的？是。但是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老公。谢谢。知道嘉倪喜欢朱一龙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我没什么，他觉得这演员挺好的，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我们没有什么说怎么样，就是单纯的去讨论说，哎，这个戏，哎，我们觉得谁会比较好啊？我们说，哎，我们挺喜欢这个演员的，他演戏演得蛮好的。就是觉得这个单纯的，我就这小伙子欣赏别人，好，对，这以后了不得，就这种。听说买超很期待有一个女儿是吗？很期待的，以前是非常期待，现在当然也期待啊，但是这东西我说实话还是感觉看命吧。老天给。我觉得孩子是男是女其实都好，都可爱。2位算严厉的父母吗？适当。我们会跟孩子玩，但孩子太小了，现在还不知道。我们会跟孩子以后打这个。就男孩子该跟他严厉的时候要严厉吧。孩子、篮球、老婆，买超如何进行排练？老婆、孩子、篮球呗。工作、孩子、老公，嘉倪如何进行排练？孩子、老公、工作。能预知未来儿媳妇的样子，花还是不花？不要，我不希望那一天那么快到来，慢慢长大。10万块钱的道歉代价，花不花？花，可以知道花。误会解除，你一点小误会不好。其实也可以花。花吧，该花得花。花吧。最喜欢的物品因有瑕疵5折售卖，花不花？不买。买，特别喜欢。和不喜欢的人工作餐不 AA 的情况，花还是不花？我必须结账，我不喜欢人，我绝对请他吃饭。花，不能欠人家的。远超预算且浪漫的婚礼，花还是不花？不花，超预算了。超预算也得花。那哪有钱？家里什么样？那家里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且浪漫。那也不能花呀。花。不能花。吃饭偶遇前任，花不花？不花呀。我干嘛给前任结账？那也是，不能给人买单呀，对吧？他会给你买。那不好说。花花营业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静初。节目中有讲到一些关于自己的留言，觉得针对留言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强大自己，就是你一定要努力的，我觉得不管在专业上啊，在什么，你要不停的进步，因为只有你强到了一个程度，当留言追不上你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摆脱他们。所以我觉得不断的
学习和进步，就是用你自己的实实在在用专业说话嘛。我觉得这是最有利的办法。遇到外界一些留言，会有一套自己的发泄方式吗？谈不上发泄方式，就是会生气啊，然后可能就也没什么办法，就以前会比较自欺欺人吧，就说反正就不看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年我也在慢慢成长。如果遇到绯闻对象，会觉得尴尬吗？不会啊，就碰到只会就是可能大家就无语嘛，但是不会影响平常的关系和接触。那对啊，那2个人都是受害者嘛，都对啊，都不愿意。节目中也有聊到男朋友的问题，所以算是正式的公开吗？也没有正不正式的公开，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一定会有，就是说有在交往的人，然后也会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2个人就会，也许不合适。其实人都是不知道会怎样，就是珍惜现在在一起的时光。大家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的生活质量都提高，然后是有这个就是能够2个人在一起比1个人好，要不其实就没有必要。我对这方面我是觉得我首先也不怕孤单，也不怕孤独，我1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那可能我交往的对象一般也是比较独立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不会是一般的男女朋友那样，就是特别的黏，就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空间。我其实受不了时时刻刻都在一起，或者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啊，然后可能一起交流啊，然后一起可能可以各做各的事，然后互不干扰，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比较重要吧。所以我一直对感情的事情我也没有过分的觉得这事儿多了不起，然后也没觉得说我是感恩会如果能碰到合适的人能相处，然后能比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更快乐，我觉得很感恩。调台看见自己的亲密戏会怎样呢？要看跟谁在一起了，要跟我妈在一起的话，我可能会有点想调台吧。自己在一起自己待着就无所谓吧，会有一点不好意思，肯定的。因为我演戏的时候我是完全在那个角色里的，所以我每次跳出来的时候我不太觉得那个里面的人是我，稍微有一点尴尬，会的，就是会有一种被看到隐私的感觉。近几年圈内新人辈出，最大的感慨是什么？我觉得特别正常，因为我从来都不是很主流的那种，就是我肯定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热闹的或者赢得很多关注的，所以我就一直是那种默默的，所以我比较像一个影视圈的旁观者，就是比较像一个就行走在边缘的人，所以那个里面永远是很热闹的。就像我当时就是可能我10几岁、20岁、20多岁，可能刚刚开始演戏的时候，或者我很热闹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很边缘的，我永远都在看那个很热闹的所谓的娱乐圈或者是什么，就我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嘛，所以我就觉得没什么变化，就这样啊，就是他一定是永远是很热闹的，然后在这里面会大浪淘沙嘛，就有一些人可能他遇到了好的戏啊，然后走上了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他就能比较长久啊。那有一些人可能就被逃掉了，就是永远的啊，就像大海一样嘛，那就是一浪接一浪，就没有什么。我就是那个站在沙滩上看海的人，我就可能没觉得我是娱乐圈的人。如果现在19岁的话，会参加女团出道吗？肯定不会，我都不觉得我是漂亮的，你想，更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女团一般要有音乐天赋，我连乐器都不会，这我也没学过跳舞啊，这个都离我太远了。最想改变的一个决定是什么？最想改变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小时候，我爸给我买过电子琴，还挺专业、挺大的那种。就在我小时候，你想80几年，那个真的是已经很先进的。然后还给我买过小提琴，我都没有学。所以我经常在想说，如果对重新来一次，我一定要学一个乐器。现在最想演的角色是什么呢？黑社会女老大。看到自己脸上多一条皱纹，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是不是太干了？要补水了吧？女性红毯上夺眼球的法宝是什么？我觉得可能颜色，就是可能然后美吧，我也不知道，好看吧，得穿的大方，好看，气场大一点啊。然后我因为喜欢穿比较就是尤其红毯，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穿大礼服。上段时间有跟张子枫见面，再见有什么感触吗？我就觉得他还是
跟原来一样，就是特别有灵气吧。对，但是因为我这几年可能因为一直有关注他，所以我也没觉得不是那种就是几年没，因为他一直都在演戏嘛，包括唐人街啊什么的，就你是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的。5万块能买掉所有的留言，花不花？花呀！这太便宜了吧！能预知未来的机会正在售卖，花不花？预知未来的机会，哎呦，花吧，都会花吧。和男神有对手戏的机会正在拍卖，花不花？不花。和不喜欢的人工作餐不 AA 的情况下结账，花不花？我不会请他吃饭的，我不喜欢的人。外线能变美，但是会加速衰老，花不花？只用时间去买美貌，是吧？不花。长生不老药，花不花？那都会花吧，从秦始皇就开始。进明星家会看到什么东西呢？花花万物第2季就在优酷。